这是500块的自行车轮组，这是2000块的自行车轮组，这是3万块的自行车轮组。所以我说的是一支，不是一对。明明只是一个小破轮，凭什么价格差异这么大？一个好的碳轮就能买下一台 mini EV。都说富玩轮，穷玩价，屌丝玩套件。轮组的升级对自行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智商税还是确有其用？低框、中框、高框究竟怎么选？都分别有哪些区别和骑行场景？如何手把手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轮组？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与高端车店经销商深度访谈，并线下走访龙头碳轮工厂后，制作了全网最细碳轮入坑指南，旨在帮助各位骑行党对每天陪伴自己征战的轮组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以便更好的使用和升级。一般而言，新手入坑骑行往往会选择一个好的车架，这部分预算会占到30%甚至50%，因为所有套件都是安在车架上的，车架定下后，大框架也就定了。可在预算充足后，升级的第一步便是换个好轮组，不少人直接上碳刀了，把钱花在轮组上，对骑行体验的提升最为明显。所谓碳刀，便是由碳纤维材料制成的轮组，碳相比铝合金有更强的刚性，但重量却只有其1半，因此在爬坡骑行的过程中，可以为车手节省更多功率。在自行车行驶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便是风阻。尤其是在时速超过25公里每小时后尤为明显。风阻与物体表面积、风速、物体形状紧密相关。在自行车轮转动过程中，气流会从轮组高速穿过。传统轮组正对风向的截面是平整的，因为受力面更大，自然会遭遇更大阻力。在碳还没普及前，有人尝试过刀形破风的铝合金轮组，但这样做重量却上去了。平路巡航还行，要是爬坡就只能等着被喂辣饱了。但碳纤维却能做到刀形设计的同时，重量还能更轻盈，阻力系数更小，破风高速巡航能力强。从汽车博主的角度，碳轮之所以能够有效提升效率，还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碳轮能够有效控制簧下质量。在汽车界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簧下质量轻1斤，簧上轻10斤。汽车的簧下质量及车轮、弹簧、减震器等相关部件，簧下越轻，从发动机传到轮胎上的动力损失就越小，这样便有了更多动力推动车辆前进，提升加速性能的同时也更省油。就如同给一个跑步运动员穿上一双轻盈的跑鞋，毕竟好马配好鞍，自行车升级轮组也是同理。碳这种材料凭借重量低、高强度，最先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直到1986年，法国自行车品牌 Look 率先研发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碳纤维公路车 Look KG86， 在同年环法大赛中亮相，且首战便拿下当年环法总冠军，一战成名。自此，越来越多的碳纤维车型被逐渐应用于自行车赛事里，并从车架延伸到轮组、车把、座管等领域。同尺寸碳刀和铝轮的差距往往在4到500克左右，比如常见的35框高轮组 Vision 的 Team35 重量是1850克，而 Boro 135碳刀的重量则在1400克，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一般轮组每轻100克，在爬坡时可能会节省10%的体能，而在竞技场上1%的功率损耗都极为重要。以此看，升级一副好的碳轮就尤为重要了。除此之外，很多碳刀的外形都是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比如 Zip 的高尔夫球面，且外观并不是完全光滑，这就需要碳这种可塑性更强的材料了。1999年到2005年，一名叫做阿姆斯特朗的传奇车手主导了环法赛事，他靠着一台崔克的碳纤维车实现了环法比赛史无前例的7冠王。虽然后面因药检取消了成绩，但碳纤维这一材质已被赋予了无限光环。咱国内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因为其天然的地域优势，受到台资自行车企青睐，各种代工厂、自主品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美利达和捷安特。当时美利达还在犹豫是否要发展自有品牌还是继续代工，那时恰逢经济危机，很多自行车企都很艰难，甚至说今天不可一世的闪电在当时差点都要倒闭了。但最后是美利达出资10亿台币投资闪电，换取了49%的股份和100%的生产权，并答应自身品牌不进军美国市场。在拿到投资后，闪电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研发上，而后端供应链生产则全权交给美利达。最终凭借在赛场上的一次次佳绩，给美利达带来不小的关注度。捷安特也同样，早期是做代工起家，后面自有品牌也能频频亮相环法了。这些企业的成功都让世界惊叹于中国的碳纤维技术，并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品牌找中国企业做代工。公路车圈便有了那句全球碳纤维看中国，中国碳纤维看厦门。不仅是车架，市面上85%以上的碳轮圈、轮组都是厦门厂商制作或者代工的，包括闪电、DT Swiss 等大品牌也不例外。碳轮的要求生产工艺是很高的，碳纤维长丝的粗细约为0.01至0.04毫米，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的1半。在把这种长丝编织成碳布之后，还需要用工具和机床将碳布裁剪成需要的大小，堆叠覆盖到模具上，最后再高温烤制。而轮圈成型后，还需要钻孔、打磨、喷漆的工作。一般生产一个轮圈需要15到30天时间。为了做好这期视频，我也跟 Elite Wheels 轮组工厂的老板做过深度交流，他带我看了工厂的生产线，这个品牌本身也是国
国家队的赞助商，有着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技术实力。因为钛纤维制品有着更为严格的制作工艺，相较于铝合金会有更高的报废率。正常来说，质量不达标的碳纤维产品是要强制报废的，但就是有一些厂家只顾蝇头小利，把这种不合格的制品低价出售给无良商家，最终通过闲鱼等渠道美其名曰高性价比碳价碳轮流通到市场中。但这种劣质碳因为刚性不达标，很可能在多次骑行后出现断裂的情况，导致摔车。因为厦门是我国碳纤维龙头企业所在，也被蒙冤冠以厦门碳的名号，不少车友宁可出口转内销，支付高溢价，也不再相信国产品牌。回到咱今天的话题，如何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碳轮呢？这里我先放一张图，是粤资深自行车店老板提供给我的，他自己比较推荐的一些高端轮组型号及信息，不过价格偏高，大家量力而行。在碳轮里，按照框高的不同，可以分为很多种，一般40毫米以下可以定义为低框爬坡轮。爬坡轮组的使用范围是最广泛的，重量可以做到1500克以下。不考虑预算的前提下，爬坡轮组的重量可以降低至900至1300克。低框的特点是加速响应快，爬坡更跟脚。50毫米被定义为综合轮，60级以上被定义为气动轮。越低框的轮组在过弯时会有越强的操纵性，而高框轮组相比于小刀多出来的质量是在圈上，会有更好的系统布局，因此惯性更好，更能保持速度。但在宽高不断加大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就是会更容易受到侧风的影响，会在骑行过程中遇到车轮偏板，操纵的灵活度反而下降了，不适合多风的城市。这也是为什么封闭轮基本都是在封闭场馆中使用，新手建议选择小碳刀就足够了。高框碳刀由于辐条比低框轮要短，要求更强的腿力。如果不是刻意追求高速巡航，就没有必要上60以上的宽高的碳刀了。如果你已经入手了碳刀并骑行了一段时间，就需要考虑一些使用和避免烧框的问题。碳纤维含有树脂成分，因此存在树脂老化的可能，所以要尽可能避免阳光直晒。买碳轮也不要买4到5年生产日期以上的。而烧圈则指的是碳刀如果经历长时间的刹车，会出现刹车边温度过高，而导致圈边膨胀变形的情况。因此购买碳刀时切记不能贪便宜买到劣质产品，以及收货时注意一下有无明显轮组偏摆问题。现在碟刹越发普及，烧框的情况已经好了非常多，但如果依旧是圈刹，也就是当你捏刹车时靠夹器强行捏住自行车轮圈的金属边缘，配合刹车皮产生的制动效果，就需要注意一些刹车技巧，比如在长而陡峭的下坡中应该更大力而短促的刹车，而不是一直带着刹车，让轮圈刹车块的温度不断积聚。这种方式虽然单次造成温度上升更高，但却有更充足的时间让它们降温。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要面对长下坡，可以在骑行前适当降低一些胎压。不过博主建议，如果不是追求极致轻量化的车友，上碳刀的话，最好还是用碟刹比较稳妥。碟刹的原理跟汽车很相似，通过捏紧车轮轴心处的钢制碟片，使自行车停止下来。一直以来，圈刹的制动性能一直是碳刀的一大诟病。一来本身就不足，遇到路上突然冒出横冲直撞的小电驴，很可能会刹不住；二来下雨天制动力便会大幅下降。而平时使用的过程中，路面沙尘难免会粘附在刹车皮上，用圈刹的时候很可能会留下一些划痕，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归有些膈应。同时夹器也会沾染泥土，需要定时清理。为了深入了解碳轮，博主还特意线下去上手看了 Lightweight， 也就是所谓的老王。这个称号来源于其名字缩写 LW。现在视频画面里展现的轮组，一对售价就超过5万，在德国100%纯手工制造，不同于很多别的轮组，辐条都是通过辐条帽连接车圈实现的。老王用的是一种直接粘连的方式，同时它的辐条也是碳纤维打造。骑行大 Pro 告诉我，跟别的品牌碳刀相比，虽说都是顶级产品，但真骑起来依然能明显感受到效率的不同。难怪有人说骑 Lightweight 的感觉，大概就是你能感觉到背后有人推你，但回头却看不见人。LW 的创立发展史其实跟汽车界还有蛮大关系。这2位创始人原本是宝马引擎部门的工程师，而他们离职出来后，最早做的产品便是自行车封闭轮。但一开始的初衷并不是降低风阻，而是觉得后轮辐条在转动时容易伤到小孩，如果能做成造型就会安全很多。结果就是直到他们发明的封闭轮出现在铁三赛场时，创始人都毫不知情，甚至他们都不是资深骑行爱好者，平时压根不骑车。LW 公司目前架构上归属于 Whistler Group 这个集团下属的3大公司，可以简单理解为航空部门、农业部门和自行车运动部门，生产产品都是复合材料制品。3家公司之间存在资源、技术的共享，这也是 LW 难以被其他轮组品牌逾越的一点。因为航空部能承接一些政府卫星项目，获取一些其他企业难以获得的材料，比如老王轮上用的碳纤维，光是原材料价格就是普通碳纤维的30倍，妥妥的军工级别。一些集团在军方背景下获得的技术成果会被直接用于自行车产品里，一定程度降低了研发支出。如果说选择车架尺寸看的是人身高、体质等因素，那选择碳刀看的则是功率形态。如果只是通勤骑游水平，没有腿力和技术支持，真没有必要一开始就上碳刀。新手贸然选择一款超高框碳刀，可能起步都很困难。
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铝轮。即使是顶尖职业选手，在大组赛的时候也很少使用超过60毫米宽高的碳刀，而高端碳刀为了追求极致的空气动力学和重量，使用了不少极端设计，遇到摔车后几乎无法修补，只能整体更换新的。这个使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种碳刀还有一个特点，可以配套使用真空胎，路感会比开口胎更优秀，会有一个相当通畅的路感，遇到小损伤也能及时帮你补好，所以又方便又好用。在视频的最后，我放这张图表，这是风洞测试中众多轮组风阻的数据表，可以清晰的看出，不同的轮组在测试中阻力减少是很明显的，但现实骑行环境相当复杂，且风洞测试往往是在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下完成的，很难在现实里长时间复现。一次车手的转向幅度或者风向的变化，都会导致阻力的巨大变化。所以对于小白而言，真实的骑行环境里，不同型号的碳轮节省的功率幅度整体还是偏小的，业余骑手很难感受出2个不同轮组间的细微差别。但从铝轮升级到碳轮带来的效率提升还是相当显著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助力自行车跟碳轮是相当搭配的组合。电助力自行车近几年在欧美相当流行，在传统自行车的基础上安上动力辅助系统，以人为主，电力为辅，在保留原本骑行体验的同时，蹬一脚当过去5脚。普通车手的功率往往是1到200瓦，环法车手的功率通常是350瓦以上，而普通人在250瓦电机的加持下做到400瓦毫无问题，头几脚下去就能让你达到理想的巡航速度。即便是普通车友也能轻松发挥出高框碳轮的威力，而碳刀骑行效率更高，也对e-bike电池续航有正面影响。现在有一个叫做 Carbon Revolution 的品牌，再造碳纤维汽车轮毂，相比同尺寸铝合金车轮，能降低40%到50%的质量。他们做碳轮的目的是为最大化提升电动车里程续航，e-bike上碳刀也是同理。宇宙电动新款电助力公路车 Model E， 在用国家队同级别碳圈的 Wanderlust 真空轮组的帮助下，1到2档电助力模式续航可轻松达到120公里。当然，对标顶级爬坡车架的几何设计，不到15公斤的重量，即使在不开电助力的情况下，也是一台非常好骑的车，帮你彻底摆脱续航焦虑。宇宙电动在杭州运河天地的旗舰空间站，在几个月前正式开业了。一般我没事就会找他们创始人陈哥一起喝咖啡、骑车。今年他们的品牌月销已经破100台了。我自己在宇宙电动的用户群里，每天都能看到用户从全国各地分享自己的骑行之旅，很开心宇宙电动能在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杭州的朋友们可以有空去他们空间站参观。除了宇宙电动之外，还有很多碳轮品牌，像是 Lightweight、Princeton Carbon Works、Bora 等等，和以 Pinarello、Faster、高斯特为代表的公路车品牌，他们门店都是有在代理销售的。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做这期视频，博主花了很多功夫，还特意找了碳轮工厂老板做访谈，真的是诚意满满的一期了。视频制作不易，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喜欢这期的朋友可以给我个关注和3连，之后还会不定期更新自行车有关视频。我们下期再见。